这段时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总是躲着我，信息不回，电话也不耐烦。没怎么，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了。不合适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和我说不合适？时代变了，我想要的，你给不起。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在一起说的那些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买完婚房我们就结婚的吗？那是以前了，过去了就别再提。行，我懂了。我们分手，这婚作废。什么情况？没走错，那就是一个人住进我家了。谁啊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许家的钱大姑爷吗？怎么舍得回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什么叫谁让我进来的？我闺女的房子，我这个当妈的住2天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第一，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；第二，我跟许巍已经分手了；第三，我现在只说一遍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你家你要不要脸啊？房本写的是我闺女名字，这房子法律上就是我闺女的，你一个前男友跑来撒什么野？让开！我今天就不让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敢碰我一下试试？信不信我现在就躺地上告你个入室伤人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小两口闹掰了呀？大家都来看看啊！这个男人分手了还不死心，跑到前女友家门口来闹事，真是不要脸啊！演够了吗？把许巍叫出来。叫他出来干什么？让你再骗他一次，还是让你再装深情？说什么微微，这房子是我给你的未来？呸！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我最后说一遍，让许巍出来。妈，你别跟他吵了。陆晨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这样？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就不能体面一点吗？体面？你把我房锁换了，带着你妈住进来，现在跟我谈体面？这房子写的是我名字，我住进来有什么问题？有。首付是我出的，月供是我还的，装修是我掏的钱，家电家具是我买的。你现在站在我花钱装出来的客厅里跟我说有什么问题？你花点钱怎么了？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给她花钱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一个大男人送出去东西还往回要，你丢不丢人？阿姨，你最好搞清楚，送礼物叫赠与，拿我的婚房当你全家的养老院叫抢。抢？你敢说我抢？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！当初追我女儿的时候，阿姨往我家挨断，恨不得给我当儿子，现在翻脸不认人了啊！现在后悔当初没长眼。许巍，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畜生？分个手就翻脸，房子还想收回去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呀！陆晨，讲点良心行不行？我跟了你3年，青春都给你了，现在我们只是感情不和，分开而已。你至于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青春给我了，你是陪我3年，不是坐了3年牢。别说的好像我欠你一条命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吵什么呢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那个冤种前姐夫回来了。把我的衣服脱了。怎么了？我穿不行啊，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让你脱了。我要是不脱呢？我的东西你凭什么穿？你的东西现在是在我家，那我就进去，亲手给你扒下来。妈，这小子要进来了！你干什么呢？还不快去拿擀面杖！你敢进来试试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你试试。你还敢躲？我的腿！妈的，打我！你这个畜生，你敢打我儿子！我要报警！
再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前男友，分手后还来家里打人。录吧，最好发到网上去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地址是环江花园 C 栋2单元1305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惊动警察了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报警说这里发生了暴力冲突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他分手后还跑来闹事，还打伤了我儿子。我想先澄清几点：第一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房产证在这里；第二，他们非法侵占我的住宅；第三，他们先动手，我是正当防卫。楼道里有监控，可以调取。我的手机里有完整的对话录音。请问这房子的产权人是谁？是我。那请问，这位先生是怎么进来的？他是我前男友，他有钥匙。那你为什么要拿擀面杖打他？我以为他是来砸东西的。从监控来看，是这位先生先动手的。这位先生的防卫是正当的。什么正当防卫？他打伤了我儿子，你们要赔医药费。关于房产的问题，这是民事纠纷，但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是违法的。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去？我不搬，这是我的房子。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但这位先生是出资人，在判决之前，你们不能阻止他进入自己的房子。我想在这里住一晚，以防他们再动手，我会随时再次报警。可以，有需要可以打电话报警。我想你们应该看看这些：房款、装修费我掏的，家电家具我买的，这些都有凭证。陆晨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？没什么好谈的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要你们全部搬出去。你凭什么？这房子写的是我闺女的名字。我凭什么？我凭这些。我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你们非法侵占，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这套房子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明天上午10点，在这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还有2个小时。喂，是律师吗？关于房产的诉讼什么时候能立案？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这是搬家呀？陆晨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们3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？感情早就结束了，现在只是处理遗留问题。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无情无义。我女儿跟了他3年，就这样赶我们出来。这小伙子也太狠了！你没听他说吗？房子是他买的，他凭什么让别人住？小陆，听说你分手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还把人家赶出了房子。那是我的房子，可是人家毕竟跟了你3年啊。所以呢，3年就能让我把自己的房子送出去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这样做会不会太绝了？我不欠任何人，我出钱买房，我有权利决定谁住谁不住。算了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好，现在这个房子又是我的了。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不，这只是开始。东西我都发给你了，1个星期后我要让他们上法庭。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房产证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。现在开庭。本案审理原告陆晨诉被告许巍、刘桂芬、许亮房产所有权纠纷及非法侵占住宅一案，请双方当事人及律师依规陈述事实。尊敬的法官，我的委托人陆晨全额出资购买案涉房产，所有款项均从其个人大户转出，已提交完整证据，足以证明原告为该房产唯一实际负资人。被告方针对原告陈述的事实，你们有何辩解与陈述？法官大人，
我和陆晨真心相恋3年，一直是以结婚为前方交往的。当初他说房子是买给我们结婚用的，是送给我的未来保障。现在我没有任何过错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原告口头的房产一说，是否有书面有协议、聊天记录公证或其他第三方有效证据？我们当时是真心相爱的，根本没想过要立字据，没有书面证据。法庭审理以证据为依据，没有有效证据组证的口头陈述，无法作为判定依据。法官大人，你不能偏听偏信啊！房本上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，这房子就该是我女儿的。被告肃静。法庭禁止喧哗，房产登记仅为物权公示，实际出资情况、赠与条件均是本案判定关键。原告律师，针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性质、赠与条件，你方还有补充证据提交吗？有的，法官。这是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的完整聊天记录，明确记载该房产是以缔结婚姻为唯一条件的赠与。现双方分手，原告有权依法撤销赠与。经合议庭审理，本案事实清晰，证据充分，该赠与以结婚为前提，现条件不成立，被告方构成非法侵占。判决：一、被告于判决生效7日内搬离；二、赔偿原告律师费、诉讼费等5万元；三、诉讼费用。我不同意，这个判决不公平，我要上诉。本案一审判决到此终结，被告如不服，可在15日内上诉。现在闭庭。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了，凭什么？都怪微微当初没留心眼子，要是逼着他签了书面赠与协议，哪能落到今天这个地场？陆晨不会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安安稳稳拿回房子吧？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别的办法？哥们儿，你上热门了。我上热门？就是你自己看吧，事情有点麻烦。我真的没想到3年的感情，我付出了全部青春，最后会变成这样。那个畜生追我闺女的嘴的时候，嘴上说的比蜜还甜，结果1分钟就把我们娘仨赶出去，连我儿子都被他打得站不起来。我姐就是太善良，才被这种人渣欺负。大家一定要替我们做主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房子，我只想要让大家知道，这种披着人皮的男人到底有多可怕。这视频下面已经10几万点赞了，评论全是骂你的。这种男的真恶心，分手还打女人一家。都把房子写人家名字了，还好意思抢回去？建议曝光他公司信息，必须严惩。好，哭上镜了，戏也开场。陆晨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陆啊，你最近这个私人问题在网上闹得沸扬扬，对公司影响不太好啊。影响到公司正常运营了。现在网上有人扒到了公司信息，已经有不少网友打电话来询问。所以呢，公司希望你先把个人问题处理干净，要不然你先回家休息几天。说直白点，公司不想惹麻烦，不想因为你的私事影响整体声誉。明白了，出事的时候先切割，永远是职场第一美德。小陆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公司也是无奈之举。不难听，挺真实。给我半天时间，下午之前这件事我会彻底处理干净。你确定能解决？这事儿现在闹得全网皆知。确定。他们一家要靠眼泪吃饭，我不一样，我靠证据。房款流水、装修转账、聊天记录、完整录音、楼道监控、报警回州、法院1审判决书，你们不是想玩舆论吗？行，我陪你们玩一把大的。陆晨，房子都写我名字了，你别老拿谁出的钱说事，写了就是写了，你懂不懂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懂吗？万一以后真分了，这房子总得有个保障吧？家暴，行，那就让全网看看，谁才是先动手的那条狗。家暴男打女和老人，你还是人吗？一群连真相都懒得看的人，骂起人来倒是一个比一个起劲。等会儿我发证据的时候，希望你们骂人的手也能一样快。哭吧，我倒要看看，这次谁替你们哭。我靠，反转了！房子真是男方全款买的，这女的也太能装了。
那个弟弟是先拿擀面杖动手的，明明是正当防卫。法院判决书都有了，这女的还哭个屁呀！这不就是一家吸血鬼吗？我不要房子，结果人都被法院强制搬了，大型打脸现场。陆晨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发网上？不是你先发的吗？只许你卖产造谣，不许我澄清。那怎么能一样？我是被你逼的。你们颠倒黑白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是被自己逼的？你现在删掉，立刻马上删掉所有内容。你求我？什么？不是喜欢哭吗？来，换个姿势，跪着哭，或许我可以考虑。陆晨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毁了我！回你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。我现在不过是把你们干的脏事原封不动扔回去而已。陆晨，你个黑心烂肺的小畜生，你把我闺女害成这样！阿姨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干净个屁！你赶紧把那些东西删了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你们不是说我打女人吗？继续告啊！法院门朝哪开，不用我教你吧？你把我闺女名声弄臭了，以后谁还敢娶她？你这是要逼死她！那太好了，省得下一个倒霉蛋再被你们一家扒皮吸血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跟你拼了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行，我就在这儿，有本事别光在电话里喷粪，当面来说。原来是捞你一家啊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太恶心了。偷拍视频哭惨卖惨，结果证据一出来全塌房了，演戏都演不圆。这丈母娘嘴脸也太恶心了吧，蛮横不讲理，一家子都不是好人。男方已经够体面了，要是我根本不会等法院判完，早就让他们难堪了。许亮那一棍子下去，居然还敢装受害者，脸呢？脸皮比城墙还厚。不对，他们一家这么不要脸，为了房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不可能挨了这一巴掌就乖老实。是不是人？把人逼得要跳楼，真要是跳下来，我们这房子还怎么住？怎么转手？全毁了！你自己的感情破事儿，凭什么连累我们整栋楼的住户？好好的房子变成人命楼，你赔得起吗？心太黑了！就算感情闹掰了，你就不能退让一步吗？非要把人逼死，连累我们跟着倒霉，太自私了！就是，人家一个女孩子能逼到这份上，肯定是你做的太绝！赶紧把网上的东西删了，别害我们！你干什么去？你别刺激我女儿！去看看你女儿，是真的要跳，还是又在表演？陆晨，你来了。我活不下去了，你把那些视频发网上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，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我妈说我再也嫁不出去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把网上那些东西全部删掉，我就不跳。行，你跳吧。什么？我说你跳吧，别在这儿演了。楼下已经围了100多人，你妈也在楼下哭闹造势，你跳下去，保证立刻上热搜。到时候你就是全网同情的被前男友逼死的可怜女孩，我就是人人唾骂的杀人凶手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怎么了？不敢跳了？那就给我听好了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么你跳成全你自己的苦情人设，要么你跟我下楼，当着所有邻居的面，把你们一家怎么骗我，怎么觊觎我的房子，怎么策划这场碰瓷闹剧，全部一五一十说出来，选一个。我不。你不什么？不敢说真话，
那就跳，反正你们一家已经没有比这更狠的招了。我不跳，我不跳。那就跟我下去。陆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微微，我的女儿啊，你没事就好。大家都看看，这个畜生把我女儿逼到寻死觅活，害我们整栋楼都要变凶宅。妈，你别担心，他那么在乎这房子，我们就死死拿住。对对对，当初把房子写你名字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到时候分手了，房子就是我们许家的。这傻子还真以为自己是绝世好男人，我们就慢慢吸他的血，吸到他1分钱都剩不上。他现在还天天给我买包，给我转钱，等我们彻底拿到房子，就直接跟他翻脸，让他滚蛋。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舒舒服服住这大房子，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喝西北风去。这居然是早就设计好的骗局！合着他们是故意跳楼碰瓷，连累我们担惊受怕。不是，那是误会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那个卖惨视频我已经拍好了，等我们搬进他家，我就发到网上，引导网友骂他。对，先哭惨博同情，再碰瓷他家暴，实在不行就演跳楼，把事情闹大，让他被网友骂死，还得怕楼变凶宅妥协。我还留了绝招，到时候我拿擀面杖主动打他，逼他还手，他就是家暴男。你真聪明，这样一来他百口莫辩，房子和钱都得是我们的，邻居们也都会帮着我们逼他妥协，就赌他在乎名声，赌邻居们怕房子贬值，肯定能拿捏他。太过分了，为了骗房子，拿我们整栋楼的房价开玩笑，故意演跳楼戏码。小伙子，对不起，我们错怪你了，差点被这家人彻底骗了。不用道歉，你们只是被他们的假象骗了，但他们一家从一开始就是故意诈骗，不惜连累整栋楼的邻居。许巍，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自己去警察局自首，如实交代你们一家的诈骗计划；第二，我把这些录音视频所有证据全部发给你们的律师、你的亲戚朋友，还有你的工作单位，让所有人都看清你们的真面目。选一个。我选第一个。太晚了，我已经都发了。小陆啊，不是阿姨多嘴，你这回是真把人得罪狠了，那家人一看就不是善茬。对呀，我今天一早就看见楼下停着几辆黑车，里头坐的个个凶神恶煞，都不像好人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小陆，我们不是替那一家子说话，我们就是觉得你现在也算赢了，房子拿回来了，名声也澄清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真把人逼急了，回头谁知道他们干出什么极端事儿来？你们是怕麻烦找到自己头上，想让我息事宁人，别连累到你们吧？可这也正常吧？谁不怕惹麻烦？怕麻烦，所以让我退；怕人报复，所以让我认栽。他们一家拿我的房、我的钱、我的脸面，踩着我往上爬的时候，你们在门口看热闹。现在他们可能还有后手，你们就跑来劝我差不多得了。这世上怎么什么便宜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？许巍一家那边诈骗、诽谤、非法侵占住宅几项罪名基本已经坐实，证据链完整，提起公诉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知道，但这只是表层，背后还有隐情。这个人是整件事里隐藏的关键人物。谁？夜潮酒吧老板，也是许巍真正一直没断干净的秘密情人。他这3年从你这里拿来的所有钱财，有一大部分被拆分成无数笔小额转账，最终全部流入夜潮酒吧相关账户。我们怀疑李浩表面是开酒吧，实际上一直在利用酒吧流水清洗灰色收入。也就是说，我掏心掏肺给许巍花钱，最后反倒养了他的情人，养了李浩。可以这么理解，许巍从头到尾都是在帮李浩敛财。行，真行。我还以为我只是碰上了一家贪得无厌的吸血鬼，原来后面还站着个吃软饭吃到我头上的阴狠角色。你就是陆晨？哪位？阿豹许亮朋友。哦，坐牢那个废物的朋友。
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我没工夫陪你浪费时间。行，那老子就直说，你把亮子一家整成这样，够狠的。现在给你2条路选：第一，明天去警察局改口，说之前那些视频录音都是你伪造的，帮他们翻案；第二，把网上所有澄清内容都删了，再拿50万出来赔礼道歉。说完了。还有第3条。我知道，第3条，打到我跪着选。地址你知道，门我给你留着，想来就来。但我提醒你一句，你最好多带几个人，不然我怕你挨完打，还得自己爬回去。好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，我等你。你故意激他，不激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怎么能把背后的人引出来？你想用阿豹把李浩调出来，不是想，是一定。来了，这么快？这种人就一个好处，蠢，而且急，被人一挑就炸，刚好省事。报警吗？先不用，你要自己来。放心，不会打太久。我没兴趣陪垃圾活动筋骨，解决完他们，才能钓出真正的大鱼。豹哥，要不要直接冲上去把人拖下来？拖什么拖？人家不是说门给咱们留着吗？那就光明正大上去，当着他邻居的面，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，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走。陆晨，滚出来！别做缩头乌龟！开门，赶紧开门！再不开门，豹哥今天直接把你家门卸了。完了，真找上门来了，这下要出大事了。哟，我还以为你要躲到报警呢，倒是敢出来。收拾你这种货色，用不着报警，浪费时间。你是真不怕死？我怕你待会儿挨完打，哭得太难听，吵着我邻居睡觉。行，看来你是真没挨过收拾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删掉网上所有东西，去警察局改口，再跪下来给亮子一家道歉，不然今天这层楼谁都别想安生，我闹到你鸡犬不宁。谁再动一步，我就让谁见血。豹哥，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往死里打！这小鹿看着文质彬彬，居然这么能打。好，真好，你是铁了心不给自己留活路了。你说反了，是你今晚没活路。阿豹，你想清楚，动棍子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是刑事犯罪。律师是吧？你少吓唬我！今天老子就要当着你的面废了他！豹哥，等一下，浩哥电话，非要你立刻接。什么事儿？没看见我正忙着吗？浩哥有急事，让你马上接。你到陆晨家门口了？到了。打起来了？打了。人呢？按住了？没按住，这小子有点身手。把手机给他。我们浩哥要跟你说话。陆先生，初次打招呼，场面这么难看，多见谅。你就是李浩。看来你比我想的查的还要快，倒是我小看你了。还行，主要是你吃相太难看，不查都能闻见味儿。阿豹这个人做事鲁莽，不懂分寸，但说到底，大家都是来解决问题的，没必要闹得太僵。解决问题，
带着混混，拿着甩棍，上我家门口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我说他做事粗鄙，我回头好好教训他。这样，你先放他和手下下楼，给我5分钟，我亲自上来，咱们当面聊，把事情说开。你让我放我就放，不然呢？你还有更好的选择。不然你上来，自己领人。行，我马上到。你认识我们浩哥？刚认识，不过已经不太喜欢了。跟我说话，站直了，别没个样子。这场面倒是比我预想的还要难看几分。浩哥，这小子下手太黑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久仰，李老板，我先替阿豹跟你道个歉，他行事鲁莽，不知分寸，冲撞了陆先生，是我的疏忽。浩哥，您跟他道什么歉？事已至此，你出手惩戒，气也该出了。把我的人交给我，今日这场闹剧就此作罢。我要是不给呢？陆先生，阿豹不过是个四肢发达的粗人，跟他置气，未免有失身份，不值当。巧了，我今天心情欠佳，偏偏就想跟粗人好好计较计较。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，不留半点余地。你说反了，是你的人先带着棍子上门来敲我的门，是你们先不留余地。陆晨，我已经亲自登门，给足了你体面。你打了我的人，折了我的面子，我依旧站在这里跟你好声好气商谈，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最大的台阶。台阶？李浩，你拿着从我这里骗走的血汗钱，开你的酒吧发家了，如今还有脸跑到我家门口给我台阶下？我倒是想问问，你的脸皮是用防弹钢板铸的吗？你查的倒是挺快，看来是早有准备。还不够快，不然你今天根本没资格站在我面前。看来你是铁了心不想善了。善了？你先让阿豹带人持猎上门寻衅，如今反倒跑来跟我谈善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许巍一样，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轻易哄骗上当？浩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小子就是欠收拾我今天非得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主子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下人插嘴？不懂规矩。陆晨，你过界了。过界？你带的人持猎上门寻衅，我只抽他一巴掌，这就叫过界？那我不妨让你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过界。李先生友情提醒，从阿豹上楼砸门持械威胁，到你方才要求我的委托人交人，全过程都在录音录像，证据完整。你现在带人立刻离开，这件事尚有转圜余地。若是继续闹下去，你酒吧那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未必经得起警方彻底清查。你们不光查我，还查我的生意。不然呢？坐等你来算计我，等你良心发现。好，陆先生，果然有胆识。是我今天小看你了。不用等到今天，你从一开始就彻底看错我了。阿豹，走。浩哥，就这么算了，我们就这么走了。走。姓陆的，你给老子记着，这笔账我早晚给你算。记着呢。你这张挨打的脸，倒是挺好人。夜潮酒吧，我在包厢等你，你敢来吗？你都敢亲自下请帖，我有什么不敢去？好，那我们明晚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真要去夜潮酒吧？去。这明摆着是鸿门宴，凶险难测。我知道。阿豹今天在你这儿吃了大亏，丢尽了脸面。李浩明晚把你叫过去，不可能只是喝酒聊天，一定会设下圈套。他当然不是找我聊天，他只是想把今天丢掉的面子，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回来，找回主动权。那你更不该以身犯险，因为他今天也看出来了，我已经摸到他的底线，
掌握了他的把柄，他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想办法压住我，息事宁人；要么想办法买通我，掩盖真相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他主动把脖子递上来，给我抓他的机会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明晚他要是还想跟我装体面和稀泥，我就先撕他一层皮，让他当众露出真面目。陆先生，李总已经在楼上包厢等您了，我带您上去。架子挺大，还要客人等。李总平时应酬多，向来如此，您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我一般只介意死人。来了就好，我还怕你不敢来，这次非得让你付出代价。陆先生，李总就在里面，您请进。他怎么也在？今天聊的是你们之间的过往恩怨，他作为当事人，当然该在场。你错了，我跟他之间早就一刀两断，现在要解决的是我跟你之间的账。行，那就聊我们之间的事。昨天的事算阿豹做事冲动，不懂分寸，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他冲不冲动跟我没关系，他是你手下，是你让他来的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你很聪明，也很有胆识，你很脏，从里到外满是算计。那我就把话说直接点，许巍一家确实有对不起的地方，房子、钱财、装修，能退的我让他们尽数退还，不能退的我全额补给你。至于昨天阿豹上门寻衅，你也已经把面子找回来了，这件事儿就此作罢，互不追究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今天来，不是来跟你和解的，我是来看看那个拿着我的钱，在外面摆平事端、养着打手、睡我前女友的男人，到底长什么嘴脸？陆晨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不可能！李老板，现在你还想跟我谈到此为止吗？一段截取的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，别想借此栽赃。你不是总爱哭吗？来，现在哭一个我看看，看看还有没有人可怜你。陆晨，我当时也是被逼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闭嘴！你现在一开口我都嫌脏。阿豹，浩哥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事儿你到底想怎么了？很简单，你拿我的一分不少吐出来，你欠我的加倍赔回来。你们怎么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，我就怎么把你们按下去，让你们付出代价。陆晨，你真以为你今天还能从这儿走出去？这是浩哥的地盘，由不得你放肆。怎么，昨天那巴掌没挨够，还想再来一次？在这儿，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？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明天去警察局改口；第二，拿50万赔你；第三，老子把你打到跪着选。你他妈露营呢！陆晨，我人已经亲自上来了，你打了我的人，折了我的面子，这已经是我给你的台阶。台阶？李浩，你拿着从我这骗走的钱开酒吧发家，还好意思给我台阶？你这脸皮是拿防弹钢板做的？明晚8点，夜潮，你敢来吗？这段我已经发给了我的律师，还有备份，很多备份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浩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。你的狗还是管不好。你以为有录音就能压住我？不是压住你，是让你明白，你现在的每一句话
每一个动作都在被记录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许巍一家该赔的赔，你酒吧那些账自己去警察局自首。阿豹这条狗，以后别让它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做到这3点，我就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。自首？陆晨，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以为你有那些录音就能拿捏我？我告诉你，那些录音对我来说屁都不是，因为我根本不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从你第一次查许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查到我，所以我早就把所有能转移的东西都转移了，所有能洗的账都洗了。现在你就算把那些录音交给警察，他们也查不出什么。而你呢？你现在在我的地盘里，你身上没有任何防卫工具，我这儿有10几个人，你觉得你能走出这个包厢吗？浩哥，现在还用废话吗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再把你手机里的所有东西删了，我可以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，甚至我还可以让许巍把房子过户给你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全录了。你从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开始，到我可以让许巍把房子过户给你，全都录了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现在都在网上，有2000多个人在看，还在继续增加。你敢！别让他跑，快拦住他！上车，快！给我等着！直播还在吗？在。现在5000多人了。警察那边呢？已经接到举报了，应该在赶过来的路上。你这一手真狠。他们先动的手，我只是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。这是什么？现场直播黑社会，太赶了！看见没有？现在全网都知道李浩是什么东西了，他再想洗白也洗不了。他肯定会想办法删视频。删不了，我早就把这段视频备份到了云端，而且发给了警察和媒体，他想删也删不干净。你这一手真的是把他往死里逼。他们先往死里逼我的，我只是按照他们的规则玩回去。这个李浩真的是活腻了，当众威胁、敲诈、非法拘禁，这一套下来少说也得5年起。不止，这个直播里他还承认了自己在洗钱，这又是一条重罪。浩哥，警察来了，已经到门口了。现在网上已经有5万多人在转发这段视频了，各大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。明天早上，这肯定会上全网热搜。警察那边已经正式立案了。李浩、阿豹还有那几个手下会被立刻刑拘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许巍一家也牵扯其中，涉案颇深，同样跑不了。许巍一家完了，李浩也完了，阿豹更完了。他们都以为自己能拿捏我，都以为自己能高高在上压住我，可惜他们碰错了人。全部落了。许巍诈骗罪、协助转移资金罪判5年，刘桂芬诈骗罪、敲诈勒索罪判3年，许亮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判2年，李浩洗钱罪、敲诈勒索罪、非法拘禁罪、协助诈骗罪判10年，阿豹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持械威胁罪判4年。还有，他们除了退还所有骗取的钱财，还要对你进行额外的经济补偿。你现在是真的赢了。
都结束了。